你好，欢迎来到陪你读书。今天我们要解读的书是解决冲突的关键技巧。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深入聊聊怎么更聪明地处理冲突。不管是生活里的小摩擦，还是工作上的大难题，这个冲突嘛，总免不了。对，是关于一个叫达纳卡斯帕森的冲突解决专家，算是他那本解决冲突的关键技巧的一个精华总结吧。卡斯帕森，他那套方法挺有名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多时候一遇到冲突，要么就想躲开，或者就硬刚？对，硬碰硬，但结果呢，好像问题还在那儿，甚至更糟。可不是嘛。所以咱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帮你从这份资料里头挖几条真正用得上的技巧，让你能跳出那种就是老在原地打转的无效争吵。核心观点其实没那么玄乎，很多冲突解不开，就是因为大家都抱着自己的说法不放，死守立场。对，而要破局呢，关键就在于怎么听，还有怎么说。听和说看似简单，其实学问挺大。准备好了吗？咱们这就开始。第一个技巧我觉得就挺挑战的，就是要试着去听懂那些难听的话，那些攻击性的语言。这个确实不容易。冲突一上来，人一激动，什么难听说什么，是吧？指责抱怨甚至大吼大叫。对，情绪上来了。但卡斯帕森就提醒，别跟着对方的火气走，陷入互相攻击，那没意义。就是要冷静下来。比如对方冲你喊，你从来就没听我好好说过话。哇，这话挺冲的，是吧？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怎么没听了，就像反驳。很容易就顶回去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能暂停一下，试着去想这话背后是什么。可能对方真正想说的是，我觉得不被重视，我特别希望你能认真听听我的想法。对，剥开那个工具的外壳，看里面的东西。关键就是能不能先不管他那个表达方式多难听，去琢磨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在意什么。这个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选择权，你可以选择被他的话激怒，然后砰反击回去，那冲突肯定升级。或者你可以选择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等等，这话背后有信息，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想表达什么。这个需要练习，真的就是主动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对，把注意力从我被攻击了转到他想说什么上。没错。好，那顺着这个思路，下一步不光要听懂对方，还得管住自己，就是那个反击的冲动得控制住。克制。但资料也说了，这可不是说让你怂或者让步，对，不是示弱，反而是要更主动的去引导这个对话，想办法让开表面上的你对我错，找到那个真正的原因。对，找到更深的原因，看看有没有双赢的可能。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资料里还给了一个特别具体的方法，一个句式像个工具包，就是说，当你说一个客观发生的事的时候，我感觉说你自己的真实感受，别评价对方。因为解释一下你的哪个需求或者你特别在意的东西受到了影响，对我来说很重要。把原因说清楚。最后一步，你是否愿意提出一个具体的能操作的建议，邀请对方一起想想办法。这个句式，你别说，它设计的挺巧妙。怎么说？你看它全程用我头，我感觉因为我的需求。这样就不会像是在指责对方你怎么着，对方那个防御心能降下来不少。而且他把事情、感受和需求清楚地连起来了，条理很清晰。对，让对方更容易明白，你原来是这么想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那个你是否愿意，是个开放性的邀请，不是命令，是商量。这就给建设性对话开了门儿。我觉得这个句式是挺好，但说实话，真到吵架上头的时候，要冷静地这么说出来，那肯定难，挑战太大了。对，这绝对需要练习，也需要点勇气。但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给了你一个框架，就算情绪很激动，你也能试着往这个结构上靠，不至于完全被情绪带着跑。有个支点总是好的。没错儿。那我们来看第3个原则，这个我个人觉得有点反直觉，就是要假设你正在跟一个最佳状态下的对方沟通。什么意思？就是说
咱们平时特容易被对方态度影响，对吧？是这样。他要是态度强硬，我可能就比你还硬；他要是不冷不热，我也就懒得说了。人之常情嘛。但卡斯帕森的建议是反过来，就算对方现在看起来很不配合，甚至有点敌对，你也要怎么说呢？努力表现出你愿意听、愿意沟通的样子，保持自己这边的态度。对，尽量用平稳的、尊重的语气去说。这个背后有道理吗？有，这其实是在运用一种影响力。哦，心理学上不是说吗？人的行为和态度其实很大程度上会被别人怎么对待他所影响，相互的。对，有点像情绪上的感染。你坚持用一个比较积极、尊重的态度，就算一开始觉得像对牛弹琴，也更有可能慢慢的把对方那个更理性、更愿意合作的一面给引出来。啊，我有点明白了，就是你主动去创造一个好的沟通氛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你在主动塑造那个场，即使对方一时半会儿还那样，也要硬着头皮先假设他能沟通。对，资料就是这么建议的，先做这个假设。有意思。这么一说，感觉冲突真像一团乱麻。资料里那个比喻我特喜欢，你要是只想使劲拽自己那根线，往往解不开那个结儿，反而把整个线团都给弄死了。太对了，关键不是比谁劲儿大，那什么？是个得判清楚这个结儿它到底是怎么系上的，那个冲突的症结在哪儿，双方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找到那个打结的地方。对，但是这需要两边都愿意去看看、去理解，不能光想着自己。好，那咱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核心内容，主要就是3个关键策略，是从卡斯帕金的方法里提炼出来的。第一，就是练习听懂那些不好听的话，听懂攻击背后的真正需要。对，解码。第二，控制住反击的冲动，用那个当我感觉因为你愿意的句式，把自己的感受需求说明白，然后提出合作的邀请。是的，清晰表达，主动邀请。第3点，可能最难，就是尽量假设对方处在最佳沟通状态，用你的态度去积极地影响整个对话的气氛。对，用积极去带动积极。其实资料最后还提了一个挺好的视角。哦，是什么？就是说，可以把冲突看成一个机会。机会？冲突还能是机会？一个了解自己的机会，了解自己到底看重什么，同时也是一个更了解对方的机会，了解他的需求和视角。这么想的话，冲突好像就不仅仅是个麻烦事儿了。确实，这个角度转换挺有启发的。那么今天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生活里有没有哪个反复出现的冲突场景？下一次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你能不能试一次，试着不马上回应那些让你不舒服的话，而是停一下，去听，去问对方那种强硬表达的背后，那个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或者期望，到底是什么在呼喊呢？值得试试。